在大陆西边的马西多罗，这几年可不太平。自从皇帝卡尔迪昂登基，整个帝国就开始疯狂扩张，周围的小国全被卷进了战火。埃尔里克当时还是个雇佣兵，整天在刀口上舔血，谁能想到他其实藏着不少秘密。父亲坐在桌子后面，语气平淡地扔出一个重磅炸弹：“你该结婚了。”埃尔里克整个人都懵了。什么？父亲根本没打算商量，直接把对方家底都爆出来了，说是男爵家的女儿，才16岁，长得还特别漂亮。父亲还在那儿自顾自地夸，说那姑娘性格文静，平时就爱摆弄的花草，跟你简直是绝配。埃尔里克这会儿脑子嗡嗡的，连对方长啥样都不知道，这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关键他今年才14岁啊，这事儿换谁都得懵。他站在走廊里半天没回过神来，父亲说的每一个字，他都觉得像是在听天书。不过突然被安排结婚，虽然离谱，但真正让他想不通的其实另有原因。这门婚事怎么看都不合理，堂堂一个大贵族家的千金，干嘛非要嫁给咱们这种商人家庭？看得出来对方心里其实也挺紧张的。还没等埃尔里克琢磨透，正主就已经走到了跟前。蒂利亚很有礼貌地开了口，很高兴见到你。这一抬头，埃尔里克整个人都看傻了。蒂利亚大大方方地行了个礼，我是蒂利亚，卫兵。这姑娘长得确实没话说，金色的长发配上浅绿色的眼睛，整个人干净的不行，就像是刚发芽的小草一样。这哪是普通的男爵千金啊，简直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到了极点。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她，那只能是她就像个浑身写满秘密的贵女，优雅的让人不敢大声说话。父亲在旁边拍了拍他，埃尔里克，快自我介绍一下。埃尔里克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弯腰行礼，你好，以后请多指教。虽然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但他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这辈子就跟眼前这个女人彻底绑在一起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两人就站到了神坛前。这场婚礼办得挺像样，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大概就是所谓的初恋吧。看着眼前的蒂利亚，埃尔里克整个人都陷进去了。交换戒指的时候，他心里美的都要冒泡了。为了不让自己笑得太傻，只能拼命绷着脸。这大概就是幸福到极点的样子吧。埃尔里克当时满脑子都是幸福，觉得这枚戒指一戴，两人就能白头到老了。可他压根就没看出来，眼前的蒂利亚其实一点都不开心。这种自以为是的爱，说白了就是在伤人。可那时候的他哪懂这些啊？画面一转，婚礼的热闹劲儿全没了，窗外雷雨交加，屋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根蜡烛在硬撑着。看着手上的戒指，埃尔里克到现在都觉得像在做梦。这么优雅高贵的女人，居然真的成了自己的老婆。当初听到消息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傻了，对方可是男爵家的千金啊。可冷静下来一想，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人家一个正儿八经的贵族大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他这种商人家庭出身的人？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隆达支支吾吾的，显然是在犹豫该不该开口。埃尔里克这下急了，直接盯着他问，隆达，你肯定知道真相，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隆达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把事情说了出来。少爷，这其实是一场政治联姻。这话一出来，埃尔里克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来那个风光无限的男爵家早就只剩个空壳子了，背地里欠了一屁股债，连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结果呢，老爷就开了个条件，只要把女儿嫁过来，他就负责把那些债全还清，还要给他们家提供资金支持。说白了，这场婚礼就是一笔买卖。隆达把最后一点真相也摊开了，他说只要这门亲事成了，波特曼家就能从商人变成贵族。埃尔里克这下全明白了，他颤抖着问，你是说蒂利亚是被卖到我们家的？隆达一句话也没说，但这沉默已经给出了答案。埃尔里克彻底崩溃了，他一直以为的幸福，原来全是肮脏的买卖。他父亲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他再也坐不住了，开门就往外冲。隆达在后面喊都喊不住，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到蒂利亚。他想解释想道歉，哪怕是个最烂的借口也行。埃尔里克在走廊里一路狂奔，他现在只想快点见到蒂利亚，把这一切都问清楚。可这路怎么感觉跑不到头？他不得不扶着墙缓口气，但他根本不敢担得太久。终于他站在了那扇华丽的大门前，只要推开这扇门，他就能见到那个被卖给他的新娘了。这门一开，他该怎么面对他？埃尔里克刚把手搭在门上，里面就传出一阵闷响，这声音明显不对劲。他赶紧把门推开个缝，结果听到的全是委屈的哭声。这下他心里更慌了。这一看，埃尔里克彻底愣住了。蒂利亚正缩在角落里，哭得泣不成声。看着蒂利亚哭成那样，埃尔里克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终于意识到，这场婚姻对他来说根本不是幸福，而是一场噩梦。就在这一刻，他心里已经有了决定，这婚必须得退。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蒂利亚被困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埃尔里克转身就走，他现在1秒钟都等不了，直接冲到了父亲的房门口。他连门都没敲，直接撞了进去。父亲，快把这门亲事取消了。他现在只想问个清楚，蒂利亚嫁过来是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救他的家族？这哪是结婚，这分明是把蒂利亚给买回来了。他求父亲放过那个女孩，可父亲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打断了儿子，让埃尔里克别再像个孩子一样闹腾。既然现在成了贵族，就要有个贵族的样子。父亲这副态度让埃尔里克一下子清醒了，在这个家里他从来就没什么话语权。说到底，他不过是个背着罪名长大的孩子，从出生那天起，他就成了父亲发泄怨恨的对象。他在这家里根本不是什么少爷，只是一个帮家族往上爬的工具而已。父亲的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既然白养了这么多年，总得给家里挣点回扣。在父亲眼里，埃尔里克从来就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被丝线拽着的提线木偶。
只要能给家族换来利益，他的感受根本没人关心，这就是他在这个家里的全部价值。既然在这里永远只能是个工具，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阿尔里克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得走，而且要走得干干净净，哪怕是为了那个被卖掉的女孩，他也得彻底消失在这个家里。看着蒂利亚被当成筹码，阿尔里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彻底毁掉父亲的所有计划。既然这个姓氏只代表着肮脏的交易，那他宁可不要。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波特曼家的人了。就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带上简单的行囊，彻底切断了和那个家的一切联系。这一走，他就不打算再回来了。阿尔里克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蒂利亚当时哭得那么伤心，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被家里人当成商品卖了，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总不能是因为讨厌他吧？算了，现在纠结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反正他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打算再回头，管他以后会怎么样。反正这个家他是待不下去了。随着他消失在雨幕里，身后那座冰冷的城堡，还有那些肮脏的交易，都彻底跟他没关系了。离家出走后的第一站，他竟然选了个最玩命的地方。大雨里，一个壮汉拦住了他的去路，问他是谁。壮汉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问他是不是想来当雇佣兵。他没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从现在起，我叫卡莎。阿尔里克。波特曼这个名字已经被他彻底扔掉了，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想要活下去的无名小卒。一晃眼10年就过去了，当初那个离家出走的少爷已经在死人堆里爬了整整10年。为了找个能安稳睡觉的地方，他只能拼了命地挥剑，在各个战场之间流浪。现在的他有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号——见鬼卡莎。可谁能想到，这个满脸血污的杀神，其实就是当年的阿尔里克。这个秘密他打算一直守下去。阿尔里克一个人拎着重剑，就这么挡在千军万马面前，这架势摆明了是要一个人单挑一整支军队。对面的士兵可没打算留活口，盾牌手已经把路封死了，后排的火枪也全部瞄准，只要他敢再往前走一步，立马就会被射成筛子。面对这密密麻麻的枪尖，阿尔里克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握紧了手里的重剑，剑锋划破长空，带起了一道血红色的弧线。等他停下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溅满了血迹，可他看起来却异常冷静，仿佛刚才那场屠杀只是随手处理了一件小事。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了现在，酒馆里乱哄哄的，大家都在个聊个的，谁也没注意到门口酒保正忙着手里的活，听到门铃响，头也不抬的打了个招呼，欢迎光临。可这脚步声一响，屋里的人都愣了一下，阿尔里克就这么拄着手杖，慢悠悠的走了进来。阿尔里克这一进屋，原本热闹的酒馆一下子就安静了不少，旁边的酒客开始小声嘀咕，这不是那个剑魔吗？他不是应该在战场上吗？怎么突然回这儿来了？看着他走路费劲的样子，大家都在背后议论纷纷。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杀神，现在居然连路都走不稳了。阿尔里克没理会这些闲话，径直走到了吧台前。酒保抬头一看，也被这场面惊到了。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腿怎么瘸成这样了？阿尔里克顺势坐了下来，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战场上留点纪念不是很正常吗？酒保叹了口气，一边忙活一边接话。战场上的事确实难说，不过看你这架势，这伤怕是没那么简单吧。阿尔里克翻着报纸，随口跟酒保搭着话，说这种日子还得过上一阵子。可这话还没说完，他手上的力道突然变了，整张报纸被捏得变了形。酒保在旁边看傻了，赶紧问了一句：“先生，您这是怎么了？”阿尔里克没说话，死死盯着报纸上的那张脸，那是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人。离开酒馆后，阿尔里克坐上了远行的列车，夕阳把车厢照得通红，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窗外。谁能想到，在那张报纸最不起眼的角落，竟然印着那个让他恨入骨髓的面孔，那是他的父亲霍文·波特曼。当年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其实还抱过一丝幻想，觉得那个男人会追出来找他。14岁那年，阿尔里克背着行囊走进了大雨。那时候的他还太年轻，总觉得只要自己走了，那个男人总会心疼一下吧。哪怕被当成重振家声的工具，哪怕母亲的死和那个人脱不了干系，他心里居然还存着那么一点念想。毕竟血浓于水，他总归是那个人的亲骨肉。可现在回过头看，这种想法简直幼稚的可笑。什么父子情深，全是他一个人的自我感动。阿尔里克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忍不住自嘲的冷笑一声，哪有什么温情，全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妄想。随即火车在夜色中疾驰，他心里最后那点火苗也熄灭了。那个让他恨了大半辈子的人，现在连让他恨的资格都没有了。阿尔里克觉得自己挺窝囊的，居然要靠父亲去世这个借口，才有勇气重新踏上这片土地。除了满心的后悔和空虚，他好像什么都没带回来。随即火车轮子的一声刺响，这趟走了10年的远行，总算到了终点站威滨。这个在记忆里冻结了10年的地方，他终究还是回来了。看着窗外这片金灿灿的麦田，阿尔里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整10年过去了，这里居然一点都没变，变得只有他自己。他拄着手杖，一步步走进这片熟悉的晚霞里，走在被红叶染红的街道上，这里安静的让人有点不习惯。看着路边悠闲干活的人，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最是折磨人。战场上那种要命的紧张感，在这里连个影子都找不着。看着孩子们在身边跑过，他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真的回来。这一步步走得虽然慢，但每一下都踩在了回忆里。阿尔里克看着这一切，心里那块悬了10年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连这片代表威滨领地的麦田都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一点都没变。看着这片熟悉的麦田，小时候那些陈谷子烂事全一股脑冒出来了。那时候多单纯啊，整天跟村里孩子疯跑，玩个捉迷藏就能乐上一整天。就算因为弄脏衣服
被家里的女仆训得抬不起头，那也是无忧无虑的日子。可现在每往前走一步，这些画面就越清楚，清楚的让他心里不是滋味。回忆这东西真是最不讲道理的。就在这时候，埃尔里克停下了脚步。埃尔里克站在夕阳下，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人的影子，那是蒂莉亚。不知道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肯定过得不错吧？毕竟她当年那么漂亮，追求她的人估计能排成队，这会儿说不定早就成家了。也是，整整10年过去了，谁还会一直等在原地呢？可就在他刚要收回心思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呼喊：“蒂莉亚小姐！”埃尔里克猛地回头，看向那个被女仆围着的身影。女仆一边跑一边嚷嚷说：“这种重活怎么能让小姐亲自动手？”蒂莉亚10年没见，她好像变了，又好像一点都没变，这怎么可能？都过去10年了，她怎么会还在这里？蒂莉亚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手里的麦穗抱得死死的。埃尔里克满脑子都是问号：为什么你还没走？为什么你还留在这个地方？还没等他编出理由，蒂莉亚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我是你的妻子。”埃尔里克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当初真是蠢透了。他原本以为只要自己消失个10年8年，这段婚姻就能自动作废，结果全是他在异想天开。如果这婚真有那么好离，当初他也就不会被家里当成商品一样卖给他了。看着眼前的蒂莉亚，埃尔里克心里全是后悔。难道年轻时的那点冲动，真的要把这辈子都赔进去吗？埃尔里克现在才看清自己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他以为离开是解脱，结果却是亲手把蒂莉亚关进了没有出口的牢笼。到头来，他连自己名义上的妻子都没能护住，甚至连那点可言的自尊也早就丢得一干二净。说到底，他不过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只顾着自己逃避，却让这个女人替他承担了所有的后果。埃尔里克看着眼前的蒂莉亚，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年他在外面挥剑厮杀，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却从来没想过被他丢下的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蒂莉亚只能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对着窗户发呆。这种孤独和无助，恐怕比战场上的刀剑更伤人。埃尔里克终于意识到自己欠他一个正式的道歉，可话到嘴边他又犹豫了。像他这样一个逃避了10年的人，真的还有资格求原谅吗？万一蒂莉亚根本不稀罕他的道歉，那他又该怎么办？埃尔里克支支吾吾半天，愣是没憋出一句完整的话。蒂莉亚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最后只留下一句“先回屋吧”，就直接转身走了。这种平静反而更让人心慌。埃尔里克跟在后面，心里别提都难受了。他倒宁愿蒂莉亚能大发雷霆，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一顿，也好过现在这种让人摸不透的沉默。你把我丢下之后，你现在还在期待什么？见埃尔里克半天没动静，蒂莉亚回头问了一句：“你不打算过来吗？”这一问直接把埃尔里克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里拽了回来。他没再犹豫，快步跟了上去。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虽然走在同一片麦田里，但这种距离感谁看了都觉得生分。等到了大门口，蒂莉亚也没打算直接带他进去，而是让他先在外面等着，说要去叫管家过来。看着蒂莉亚推门进去，埃尔里克独自站在宅邸前，心里五味杂陈。这地方和他走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甚至连墙上的污渍都还在原来的位置。整整10年了，这里就像是被时间遗忘了一样，所有的记忆刷的一下全回来了。这种熟悉感让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就在他感慨万千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到底是谁。这下埃尔里克是真没反应过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撞见的熟面孔竟然是他。龙达这语气完全就是把眼前的男人当成了陌生访客。他问：“请问您是来找谁的？”龙达：“整整10年了，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埃尔里克笑着反问了一句：“你真不记得我了？”龙达先是愣了一下，盯着他看了好半天，这下终于把眼前这个男人和记忆里那个人对上号了。他脱口而出：“少爷。”龙达赶紧凑到跟前，生怕眼前的人是幻觉，他连声追问：“真的是您吗，埃尔里克少爷？”埃尔里克轻轻抱住眼前的老伙计，他说：“好久不见了，龙达，我回来了。”龙达这下是彻底绷不住了，他颤抖着声音说：“真的是您少爷。”看着眼前已经长大的男人，龙达感叹道：“您变了这么多，我刚才差点都没敢认。”埃尔里克笑了笑：“是啊，确实变了不少，你认不出来也正常。”但就在这一刻，埃尔里克的眼神唰的一下变了。蒂莉亚看着他说：“我在这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这一句话把埃尔里克直接拽回了现实。他在战场上整整待了10年。龙达看他半天没说话，赶紧问了一句：“少爷，您怎么了？”埃尔里克这才反应过来，连像亲人一样的龙达刚才都没能第一眼认出他。埃尔里克怎么也想不通，蒂莉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10年在战场上的摸爬滚打，早就让他变了个样，他凭什么能这么肯定？就在埃尔里克满脑子疑问的时候，楼上的蒂莉亚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重逢的两人，他就这么静静的看着，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楼下的埃尔里克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一抬头，正好对上了窗户那边。这一下把蒂莉亚吓得赶紧躲到了窗帘后面。他靠在墙边，整个人还没缓过劲来，嘴里小声念叨着后颈上的那道伤疤。原来他刚才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那道疤，棕色头发，真是一点都没变。埃尔里克回到了家，正泡在浴缸里解发。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了，蒂莉亚到底凭什么能一眼就认出他来？洗完澡出来，埃尔里克正打算收拾一下，结果这刚一出门就撞上了最不该撞见的人。谁能想到蒂莉亚竟然也在这儿？蒂莉亚反应过来，赶紧一边挡着一边道歉。蒂莉亚这下是真急哭了，本来撞见就够尴尬的，现在更是委屈的不行。
阿尔里克一看这架势，也顾不上自己还没穿整齐，赶紧在那儿好言相劝，说没事没事，你可千万别哭啊。结果他这一伸手，本想帮人家擦擦眼泪，可这动作在别人眼里那可就完全变了味儿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声尖叫直接掀翻了房顶，路过的女仆手里的篮子都吓掉了，她连滚带爬的冲出去喊人，一边跑一边叫：“小姐出大事了！”这一嗓子喊的，阿尔里可知道这下麻烦大了。从女仆的角度看过去，这画面确实没法解释。两人现在这姿势，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蒂利亚小声喊道：“玛丽！”阿尔里克还想抢救一下，赶紧在那儿解释：“你来的正好，他刚才差点摔倒，我这只是顺手扶一把。”切沃尔王国的第5军团正守在防线最前沿，本以为靠着盾阵能挡一阵子，谁能想到这次带队突袭的竟然是帝国军的精锐，带头的男人正是雷布隆。他这一露脸，这仗的性质就变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遭遇战，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雷布隆压根没把对面放在眼里，一个人就敢往人堆里扎，他手里的剑一挥，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这下边防军彻底乱了套，原本整齐的阵型瞬间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守军心里都清楚，这道防线今天怕是保不住了，防线彻底崩了。当兵的都在喊着撤退，这时候往后跑才是活路。可偏偏有人不信邪，阿尔里克拎着剑就这么逆着人流往前走，对面的人都看傻了，还以为是哪找来的不要命的雇佣兵。带头的士兵冷笑一声，觉得这就是送上门的功劳，直接奔着他心口就去了。结果呢，这剑还没碰到人家，局势就彻底反转了，这下踢到硬铁板了。阿尔里克连眼都没眨一下，反手就是一剑，直接把对面的嚣张气焰给掐灭了。这一招下去，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士兵，现在只能跪在地上等死。阿尔里克可没打算留活口，手起刀落，连头盔都飞出去老远。这清脆的落地声，就像是敲在了剩下那些人的心坎上。刚才还想冲上来的士兵，现在全都不敢动了。阿尔里克踩着地上的尸体，冷冷地报上了名号：“我是卡莎，切沃尔王国的雇佣兵。”他环视了一圈，语气里全是挑衅：“不怕死的尽管上来，不管是谁，今天一个也别想活。”阿尔里克这边却突然察觉到不对劲，有什么东西正全速冲过来。他反应极快，直接撑开了魔力护盾。可结果呢？这道红光快得离谱，护盾就像纸糊的一样，直接被贯穿了。这一下伤得可不轻，阿尔里克当场就跪了，连站都站不稳。到底是谁在放冷枪？抬头往山坡上一看，两个打扮古怪的家伙正盯着这边。这身行头加上手里的长枪，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士兵。这下局势彻底乱套了。刚才还在战场上命悬一线，结果一睁眼，周围的一切全变了。阿尔里克死死攥着手里的短刀，刚才那种被贯穿的感觉实在是太真实了，真实到他以为自己已经没命了。可等他看清屋里的摆设，这才终于敢确定自己是真的回到了家里。还没等他这口气喘匀，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一下差点让他当场跳起来。这种时候到底是谁会来找他？门外传来隆达的声音，问他是不是已经醒了。阿尔里克还没从刚才的厮杀里缓过劲，手里的短刀攥得死死的，他没敢马上吭声，毕竟刚才还在玩命，现在突然变回了养尊处优的少爷，这换谁都得懵一会儿。他回了一句刚醒，虽然手里的刀还没放下，但语气已经尽量装得像个没事人了。隆达推门进来，这伺候的叫一个周到，只要他想洗个冷脸，水盆立马就端到了跟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再感受一下这高级布料的触感，这种安稳日子跟刚才那个修罗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看着镜子里这张脸，阿尔里克总觉得有点不真实，这种安稳日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他试着扯了扯嘴角，可这笑容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早就忘了该怎么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隆达推门进来看他收拾利索了，赶紧招呼他去吃早饭。可这路还没走2步，隆达就看出了不对劲，这腿怎么一瘸一拐的？阿尔里克随口打了个哈哈，说是不小心从坡上滚下来撞的。这种理由也就只能骗不知情的人了，总不能实话实说，这腿是在战场上被子弹打穿了吧？这种事说出来，除了让他白担心，没别的好处。隆达一边带路一边数落，说他昨天刚闹完，今天又不消停。阿尔里克只能尴尬的打哈哈，说昨天那事儿纯属误会。可这门一推开，正主就站在跟前。蒂利亚笑着问他睡得怎么样。这一问，昨天的画面全冒出来了。谁能想到他昨天竟然撞见了那一幕？阿尔里克愣在原地半天，没憋出一个字。玛丽这句变态算是彻底把他给盯死了。隆达倒是反应快，反手就给了玛丽一个暴力。这种事儿哪能在大庭广众下嚷嚷？隆达一边把人往外拽，一边还不忘给两人腾地方。这下好了，屋里就剩这2个当事人了。阿尔里克尴尬的清了清嗓子，强撑着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昨晚睡得还行，这演技也就他自己信了。为了赶紧把这页翻过去，他随口问起那个新来的女仆。蒂利亚随口应了一句，说那是新来的玛丽。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蒂利亚又把话头绕了回来，要是还在纠结那句变态，这顿早饭怕是吃不消停了。阿尔里克现在只想赶紧翻篇。蒂利亚刚想开口，他就忙不迭的摆手，说自己好得很，完全不用担心。他死死抓着手杖，解释说只是因为以前没见过玛丽，纯属好奇才多问了一句。蒂利亚没再追问，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这顿早饭总算是能动筷子了。可这安静还没维持多久，阿尔里克放下餐叉，突然提起了昨天的事。这话题一开，他自己先闹了个大红脸。蒂利亚赶紧把话接过去，说那事儿已经翻篇了，让他别再放在心上，现在填饱肚子最要紧。
话虽然这么说，可蒂利亚心里想的根本不是那点尴尬事，他脑子里全是昨晚看到的画面。就在昨天，他无意间看到了埃尔里克身体，那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伤疤，旧的还没褪去，新的又叠了上来。看着眼前这个若无其事的男人，蒂利亚心里一阵发紧，受了那么重的伤，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这顿早饭注定是吃的没滋没味了。两人各怀心思，谁也没再多说一个字。埃尔里克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不该开这个头，这气氛尴尬的简直让人抓狂。为了躲避这种窒息的沉默，他干脆开启了疯狂干饭模式，那叉子挥得都快出残影了，仿佛盘子里不是早餐，而是仇人。这一顿胡塞海塞之后，埃尔里克嘴里还没嚼完，就急着起身告辞，这架势简直像是在逃命。他含糊不清地交代了一句，扭头就走。这门一关，总算是能喘口气了。蒂利亚看着空荡荡的座位，轻轻应了一声，虽然嘴上说着祝他顺利，可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能放下。等埃尔里克走出房门，外面的喧闹声扑面来，新的一天总算是在这种古怪的气氛里开始了。埃尔里克本以为逃出餐厅就能躲开尴尬，结果他还是太天真了。这府里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隆达带着他去见家里的仆人，他们倒是挺热情，毕竟这位少爷已经整整10年没露面了。可这寒暄还没几句，画风就开始跑偏了。有人凑过来嘿嘿一笑，问他昨天是不是对夫人动手动脚了。旁边的人还跟着起哄说这才是真男人。埃尔里克坐在那儿，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帮大老爷们瞎起劲的时候，玛丽站了出来，那眼神简直像是在看垃圾，嘴里蹦出来的词儿更狠，直接叫他变态。他这一嗓子把全屋子的人都给镇住了。玛丽可不管什么少爷不少爷，指着这帮人的鼻子就开始教训。在他看来，消失10年刚回来就闹出这种事，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下好了，埃尔里克这变态的名声，怕是短时间内洗不掉了。就算旁边的男仆想打圆场，玛丽这火气也根本压不住。老管家这番话直接把玛丽给听傻了，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非礼，这叫贵族的使命，是为了给家里传宗接代。这逻辑简直是把黑的说成了白的。老管家越说越起劲，甚至觉得埃尔里克简直是贵族里的楷模，是真男人。玛丽在旁边气得够呛，什么真男人？这分明是变态里的战斗机，这家里就没个正常人吗？老管家话锋一转，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既然都开始考虑后代了，是不是打算彻底留下来？埃尔里克只能在那儿干笑，这问题他没法接，因为连他自己都还没想好以后的路。他死死抓着手里的手杖，这地方他真的能待得住吗？虽然膝盖有伤能在这儿躲一阵子，可埃尔里克心里清楚，现在的他根本没法像个真正的领主那样理直气壮地接管这里。他实在不想再纠缠下去，随便找了个借口说以后再聊，就打算赶紧闪人。老管家倒是一脸欣慰，只要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强。玛丽在旁边气得直瞪眼，可也拿这位少爷没办法。埃尔里克一刻也不想多待，直接吩咐管家备车，他得出去透透气，离这个是非之地远点。马车晃晃悠悠地驶出庄园，穿过那片金灿灿的麦田，这景色虽然美，可他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就在马车走远的时候，蒂利亚正站在田边，看着那远去的背影，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马车一路小跑，总算把庄园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全给甩在后头了。但这趟出门，埃尔里克可不是为了散心，他有个非去不可的地方。马车停在了一片荒凉的坡地上，这地方他已经10年没赶回来了。埃尔里克看着眼前的墓碑，轻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父亲。”埃尔里克开口了，他说：“我曾经真的很恨你。”可谁能想到，这盼了10年的重逢，竟然是在墓碑前。这下就算有再多的话想说，也只能对着这块冷冰冰的石头了。霍文·波特曼这个名字在当年可是响当当的狠角色，他亲手把一个小商队带成了城里数1数2的大工会，可代价呢是数不清的仇家，还有那副冷到骨子里的心肠。埃尔里克看着墓碑问：“你哪怕对我笑过一次吗？哪怕跟我说过一句暖和话吗？既然打算当一辈子恶人，那你倒是活得再久一点啊！现在倒好，连个算账的机会都不给留。”埃尔里克终于把心里那股劲儿给泄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恨你了。既然人已经走了，有些真相也该浮出水面了。”他叫住了身后的管家。埃尔里克问：“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管家说：“是心脏病，为了不让外人看笑话，他瞒住了所有人，到死也就只有我和医生知道。临走前的那段日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变卖家产和清算生意上。”听到这儿，埃尔里克反倒笑了，他说：“你还真是个怪人，那个冷血的男人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跟着他？”管家倒是直白，他说：“当然是为了钱，不然还能图什么呢？”可紧接着，管家发现了一件怪事，他说：“少爷，你竟然连问都不问一句吗？关于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变卖掉的家产，还有老爷留下的遗产，原来老头子临走前发了疯似的清算生意，把能换成钱的东西全给卖了。”管家最后摊了牌，他说：“这些钱老爷一分都没留，全都是给你的。”这下真相大白了，那个冷血了一辈子的男人，最后竟然用这种方式给儿子留了条后路。马车晃晃悠悠地往回走，埃尔里克突然开口问：“我父亲难道连份遗嘱都没留吗？”管家摇了摇头：“老爷那脾气确实不像会写遗嘱的人，他只留下了关于遗产分配的指令。你要是想看，我这就拿给你。可老爷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猜不透。他在办这件事的时候，简直冷静的让人害怕。
阿尔里克坐在回程的马车上，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管家在旁边轻声提醒：“关于遗产的事，您可以慢慢考虑。”可埃尔里克现在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钱财上面。他突然意识到，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透着不对劲，尤其是关于蒂利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埃尔里克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开口问管家：“那个女人为什么还留在家里？当初我走得那么绝，这婚约早该黄了才对。”管家倒是看得透彻，他说：“毕竟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说白了就是场披着婚礼外衣的买卖。”埃尔里克追问：“难道就因为这个？”管家没直接回答，反而提起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现在的波特曼家族已经是世袭男爵了，只要您接手了遗产，这个爵位以后可就是您的了。管家把话挑明了，那些遗产全是少爷您的，跟那位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马车停在了大宅门口，埃尔里克心里还是不踏实。父亲都走了1年了，要是为了钱，他早就该拿着遗产跑路了。管家叹了口气，说：“这都是夫人自己的选择，他要是想走，谁也拦不住。”埃尔里克这下更纳闷了，他居然是自愿留下的，你知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管家无奈地表示，蒂利亚平时话特别少，哪怕他在府里待了这么多年，也没能跟这位夫人说上几句心里话。在大家眼里，蒂利亚身上总带着重拒人千里的贵气，让人根本不敢随便靠近。既然主子不开口，当管家的自然也没法强求。埃尔里克听得心里直犯嘀咕，这性格听起来确实挺麻烦。管家却在旁边不轻不重地提醒了一句：“少爷别忘了，她可是您的妻子。”埃尔里克觉得这事儿挺荒唐，对他来说，蒂利亚完全就是个陌生人，满打满算也就见过一面，这关系确实有点名不副实。管家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说天底下的婚姻其实大多都是从陌生开始的，这以后的日子怕是有的磨了。既然回来了，该面对的迟早得面对，这每一步走的都不轻松。刚到门口，他就撞见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蒂利亚显然已经等了很久，10年没见，现在的身份虽然是夫妻，但气氛却尴尬的要命。看他这副样子，心里估计也正打鼓呢。蒂利亚抱着个大布袋走过来，这身打扮可一点不像个养尊处优的贵夫人。蒂利亚先开了口：“你回来了。”埃尔里克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思绪里跳出来，“你这是刚从哪儿回来？”蒂利亚指了指身后的马车，“刚从麦田那边过来。”看这架势，他是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在操持。看着眼前这个忙里忙外的女人，埃尔里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这种陌生又微妙的气氛，让他觉得手脚都没处放。要不咱们先进屋再说。蒂利亚应了一声：“咱们进去吧。”这阔别10年的家，走进去每一步都觉得生疏。他心里其实挺犯难，想找点话题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可这嘴就像租来的一样，关键时刻硬是没刺儿。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蒂利亚，明明穿的这么朴素，可那股子高贵劲儿像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这让他不由得想起10年前那时候的他也是这副模样吗？记忆里的画面和眼前重叠，埃尔里克心里乱糟糟的。刚进屋，埃尔里克这腿就不听使唤了，差点当场摔个跟头。蒂利亚在后面吓得够呛，赶紧问他怎么样了。埃尔里克赶紧稳住身子，尴尬的解释说：“是今天路走多了，腿有点发虚。”其实他心里直犯嘀咕，刚才那副糗样也不知道被他看了多久。看着蒂利亚手里那个大包，埃尔里克心里挺不是滋味，只能说自己这腿不争气，没法帮他分担。蒂利亚倒是没在意，随口回了一句：“早就习惯了。”这一句话听得埃尔里克心里更堵了，觉得自己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把人家一个人晾在家里10年，现在回来轻飘飘说句对不起，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蒂利亚倒是挺平静，他说这些活儿他早就干顺手了，因为当年都是跟着老领主一点点学出来的。听到这儿，埃尔里克一下子就想通了，这确实是他父亲的作风。那个老头子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叫休息，不管多大的生意，他非要亲眼盯着才敢放心，哪怕是这片麦田，他也得亲自过来一趟趟的转。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的家业早就败得差不多了，现在的波特曼家族也就剩下这一片麦田还在撑着了。埃尔里克心里很清楚，以父亲那种要强的性格，既然最后只剩下这片麦田，那他肯定会把所有的担子全压在蒂利亚一个人身上。想到这儿，埃尔里克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身边的蒂利亚问：“对了，父亲生前那些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两人此时正站在波特曼的画像前，画里的男人威严依旧，可对于埃尔里克来说，这个父亲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蒂利亚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说自己光顾着跟父亲学怎么打理领地，至于其他的私事，他确实记不得多少了。埃尔里克心里还是存着那么点侥幸，他试探着问了一句：“那他平时有没有偶尔提起过我？”蒂利亚连头都没抬，语气平得像一滩死水：“没有。”这回答够干脆的。埃尔里克自嘲地笑了笑，也是一个冷冰冰的爹，加上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除了公事，他们之间确实没什么好聊的。看着画像里威严的波特曼，埃尔里克心里最后那点念想算是彻底断了。蒂利亚没打算在这儿多待，说自己还得去处理公务。埃尔里克这下听懵了，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有忙不完的事？蒂利亚说还得去处理文件，埃尔里克这下真听傻了，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还得熬夜看账本。蒂利亚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只说晚饭的时候再见。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埃尔里克心里那股愧疚感唰的一下全涌上来了。如果当初他没逃走，这些累活本该都是他的。他在外面逍遥快活了10年，却让一个女人替他扛下了所有。最让他难受的是，蒂利亚一个字都没抱怨过，要是他能骂他2句，他心里或许还能好受点。
可现在他只能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刚才那声巨响，原来是玛丽不小心摔了一跤，怀里的木盒翻了个底朝天，里面的信件撒得满地都是。玛丽这吓慌了神，嘴里一直念叨着该怎么办。埃尔里克见状，拄着手杖就想过去帮忙。玛丽一看他腿上还有伤，吓得赶紧拦着。可埃尔里克摆摆手，顺势就捡起了一封信。他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会有这么多信？”玛丽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这些全是寄给蒂利亚的，寄给夫人的。”埃尔里克看着这一地的信封，这数量多得有点离谱了，到底是谁寄来的？埃尔里克随手捡起一封信，可等他看清上面的字，整个人都愣住了。信封上清清楚楚写着：“寄给我亲爱的女儿蒂利亚。”而落款的名字竟然是威宾。埃尔里克看着手里的信，这封信是写给蒂利亚的，信里说他受的苦已经够多了，让他别再等那个不会回来的人，赶紧回家重新开始。原来父亲早就把家族所有的资产全都转到了埃尔里克名下，可对于辛苦支撑了10年的蒂利亚，他竟然连1分钱都没留，这换成谁都会觉得不公平。就算蒂利亚拿走所有东西，那也是他应得的补偿。埃尔里克放下信，他开始怀疑蒂利亚之所以一直留在家里，难道就是为了父亲留下的那笔遗产？埃尔里克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蒂利亚真是为了那点遗产，他根本没必要把自己折腾成这样。真要是为了钱，1年前他就有大把的机会动手，何必等到现在？他拉开桌上的抽屉，果然里面的东西印证了他的猜想。这一大堆信全是去年寄过来的，内容出奇的一致，全是在聊那笔转到埃尔里克名下的家产。看样子蒂利亚可能压根就没理过这茬，急得对方在信里一个劲的求他回个话。埃尔里克这下全明白了，原来蒂利亚这么多年不走，不是为了贪图那点家产，而是在替他守着这个家。哪怕他这个正牌继承人可能永远都不回来了，他也硬是一个人扛了下来，甚至连家里的仆人都被瞒在鼓里。这说明蒂利亚把这个秘密藏得实在是太深了。这1年里他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看着窗外忙碌的蒂利亚，埃尔里克心里真不是滋味。其实就算他把钱全拿走，自己也绝对说不出半个不字，可他偏偏选了最难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他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归期，把自己折腾成这样？蒂利亚正对着镜子仔细地收拾着自己，玛丽在旁边简直要了疯了，她大声喊着：“少爷，这回总算主动了一次，竟然破天荒的要约见夫人。”虽然之前在浴室里，埃尔里克确实做的有点过火，但玛丽现在满脑子都是管家阿尔迪奥说的那番话，要是能赶紧生个继承人，夫人的位子不与彻底稳了吗？这话一出来，直接把蒂利亚给听懵了。玛丽这会儿比谁都激动，直接扑过去拽住了蒂利亚的裙角。玛丽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虽说少爷这人确实有点不着调，消失了10年不说，回来还总干些让人没眼看的事，但为了夫人的以后着想，还是得听管家阿尔迪奥的，干脆趁这个机会把事办了。”玛丽越说越离谱，甚至连孩子的事都安排上了，非说要赶紧同房生个小继承人。她连孩子的长相都想好了，第一个的像蒂利亚，第二个要是像埃尔里克的话，那可就麻烦了。万一孩子长得像少爷，以后也变成个离家出走的怪人怎么办？所以干脆生3个，全都照着夫人的模子长才保险。蒂利亚在旁边听得哭笑不得。门外传来了敲门声，管家在外面轻声催促，问蒂利亚准备好了没。蒂利亚应了一声，这就准备出门赴约了。走在长长的走廊里，蒂利亚心里一直在琢磨，毕竟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埃尔里克竟然会主动约他见面，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紧事？管家推开沉重的大门，恭恭敬敬地向屋里通报，说夫人已经到了。这仪式感瞬间拉到了最满。埃尔里克此时正坐在窗边，语气平淡地说了句请进。蒂利亚没再犹豫，直接迈步走进了这间屋子。埃尔里克放下茶杯，这气氛压抑的不行，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谁也没先开口。埃尔里克先打破了沉默，他拿出一封信推到桌面上，说自己不小心打开了它，虽然是个意外，但这事儿确实做得不地道。他盯着蒂利亚问，能不能聊聊这封信的内容？这下轮到蒂利亚没话说了。蒂利亚现在心里乱成一团，最怕的就是埃尔里克误会他，万一他把我看成那种为了遗产不择手段的人，那这误会可就大了。埃尔里克这回是真不打算绕弯子了，他说这1年来，你明明知道这些信的存在，却一直故意不理会。他今天非要问个清楚，既然连他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费劲巴拉地替他守着那份遗产？埃尔里克甚至直说了，小姐，你明明可以把这些东西全占了的。说白了，在埃尔里克心里，蒂利亚跟陌生人没啥区别，一个陌生人居然会这么大公无私，这事儿怎么想怎么奇怪。他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既然你这么不待见这儿，为什么不干脆回威宾去？听到这儿，蒂利亚终于不再沉默了，他抬起头，语气变得异常坚定。他说，请叫我蒂利亚·波特曼，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不是依附于你的威宾小姐，我是波特曼夫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蒂利亚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他直接起身告辞，说自己还有一堆公事要处理。这一走，反倒把埃尔里克给晾在那儿了。他看着蒂利亚离开的背影，半天没说出话来。其实埃尔里克心里一直有个死结，他怎么也想不通，在自己生死未卜的那段日子里，蒂利亚为什么要死守着那份遗产？明明只要他动动手指，那些财富就全是他的了。就在这时，蒂利亚突然停住了，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轻声说了一句：“我是你妻子。”埃尔里克独自坐在书房里，蒂利亚刚才那副坚定的样子，在他脑子里怎么也挥不散。他说自己是波特曼的夫人，而不是依附于谁的小姐。这番话算是彻底把埃尔里
克点醒了，原来支撑蒂利亚走到现在的，从来不是什么儿女情长，更不是为了贪图那点家产，那是身为贵族的责任和义务。他守住这一切，只是为了对得起波特曼这个姓氏。看着蒂利亚现在的样子，埃尔里克突然想起了一个老熟人，那个人叫埃尔伯斯·格雷厄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战场上，那时候埃尔伯斯是领主家的三少爷，而埃尔里克只是个被雇来的佣兵。说白了，两人就是纯粹的雇佣关系，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那场仗最后是打赢了，伤亡也不算大，可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胜利。埃尔伯斯在那场战斗中彻底废了，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过，再也没法拿起剑上战场。而埃尔里克之所以选择留下，其实和现在的蒂利亚一样，只是为了履行那份该死的职责。在埃尔里克的记忆里，埃尔伯斯总是把责任挂在嘴边。他说，贵族生来就要扛起重担，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要给所有人做个榜样。对他来说，那场惨烈的战争不过是履行职责的场所，哪怕最后丢了半条命，他也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埃尔里克当时还年轻，他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埃尔伯斯，忍不住呲了一句：“你不是私生子吗？身上只有一半贵族血统吧？”埃尔伯斯听了也不生气，反而笑着调侃自己：“既然只有一半血统，那尽到一半的责任，丢掉半个身体也算公平。”从那以后，埃尔伯斯真的彻底放下了。他离开战场，像个花花公子一样享受余生。没过几年，还结了婚。画面一转，埃尔里克回到了现实，他手里把玩着小刀，嘴里念叨着责任和义务。他心里很清楚，蒂利亚这10年付出的代价，他这辈子恐怕都还不清。但这并不代表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毕竟那些盯着这份家产的恶狼，肯定还会继续寄信过来骚扰。接下来的路可没那么好走了。这些信都寄了1整年了，对方只管伸手要回信，却从来不敢露面。看来他们不是不想来，而是根本进不来。就算现在去问蒂利亚，估计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他这性格，什么委屈都只会往肚子里咽，指望他开口是不可能了。既然家里问不到真相，那就只能换个法子。马车跑了一路，总算到了这个所谓的威兵领地。埃尔里克抬头看了看，这地方修得还挺气派，甚至有点招摇过市了。既然对方喜欢躲在背后玩阴的，那他就打算直接正面硬刚，毕竟这种砸场子的事他最擅长。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人竟然回来了。男人一边走一边抱怨，偏偏是这个时候，真是阴魂不散。旁边的女人更是一脸嫌弃，直言那家伙就是个没出息的累赘，既然当初走了，就该永远消失才对，现在突然冒出来准没好事。女人冷哼一声，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肯定是冲着家里的遗产来。面对这个不速之客，男人心里也没了主意。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家伙回来抢家产，万一真让他分走一杯羹，那可就亏大了。两口子越想越觉得憋屈，女人在旁边一言不发，心里早就把算盘打响了。男人忍不住骂道：“那个出身卑贱的垃圾，眼里除了钱根本没别的。那家伙耽误了蒂利亚10年，这笔账还没算清楚呢，更别说养大女儿花了多少钱。没错，想想咱们为了养大蒂利亚，到底花了多少心血。”男人咬着牙念叨：“还有霍文留下的那笔遗产，必须得用这笔钱把之前的账全都算清楚。”门被推开了，那个被他们骂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露面了。埃尔里克拄着手杖，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他先开了口：“我是埃尔里克·波特曼，这么久才来打招呼，真是不好意思。”坐在对面的男人冷笑一声：“这10年过得可真够久的，想见你一面比登天还难。想必你也有自己的理由吧？”埃尔里克刚坐稳，对方就提到了那封信。男人冷笑一声：“现在才看到，信真是够讽刺的。”既然话都挑明了，男人也不打算绕圈子。他说这10年里，蒂利亚一个人受尽了委屈，当爹的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讨个公道。男人越说越起劲，说他们家好不容易成了贵族，埃尔里克却在这个时候拍拍屁股走人了，这简直就是没皮没脸。紧接着话题终于转到了钱上，男人盯着埃尔里克，眼神里全是轻蔑。在他眼里，埃尔里克现在就是个没背景还没用的瘸子，根本守不住波特曼家的遗产。男人干脆把话挑明了，这笔钱必须得留给他们家，就当是这10年的补充费。那个女人拿着折扇遮着脸，阴阳怪气地说：“埃尔里克没本事，还拿蒂利亚当挡箭牌，说孩子这些年受了大委屈，绕了这么大一圈，其实就是想把遗产吞了，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大家好。”埃尔里克听得直反胃，这帮人嘴里全是仁义道德，心里全是肮脏买卖。父亲走了，蒂利亚又还小，他们就觉得这笔钱是无主之物了，根本没人在乎蒂利亚过得好不好，他们只想把波特曼家的家产全都塞进自己的口袋。埃尔里克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根本没接遗产的话茬，反而慢条斯理地道了个歉，说自己妻子太忙没能过来。这招以退为进，直接把对面的火药桶给点燃了。那个男人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大吼，让埃尔里克少在这儿顾左右而言他。在他眼里，现在除了那笔遗产，别的全是废话。男人越说越离谱，居然反咬一口，说埃尔里克失踪10年，现在回来拿钱是贪得无厌，这贼喊捉贼的戏码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听到贪婪这2个字，埃尔里克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帮人为了抢钱，真是什么帽子都敢往别人头上扣。既然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埃尔里克也不打算再客气。既然你们非要扣帽子，那他就把这贪婪的名头做实了。他盯着对面的男人问：“如果我今天非要贪这笔钱，你到底能拿我怎么样？”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男人，这下彻底没词了。埃尔里克没打算收手，接着步步紧逼。他说：“刚才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现在突然变哑巴了？难道那张狂妄的嘴这么快就没话说了？”男人被这一连串的话顶得完全下不来台，只能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埃尔里克破口大骂：“
说他是个不知好歹的混蛋。可除了这种无能狂怒，他现在根本拿不出半点办法。埃尔里克冷笑一声：“你说的对，看来你终于看清现实了。这10年他可不是去度假了，而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在战场上，愤怒和废话是最没用的东西，只要手里的剑够快，对错根本不重要，因为死人是不会讲道理的。”埃尔里克盯着男人，劝他最好一直闭着嘴，就像现在这样。这种从地狱带回来的杀气，他这种人根本连1秒钟都扛不住。埃尔里克直接把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还想继续领现在那点钱，最好把嘴闭上。说到底，这事儿挺滑稽的，真正有权继承遗产的人是我妻子，你们2个毫无权限的外人，居然在这儿闹了这么一出大戏。埃尔里克冷笑一声，看来真正被贪婪蒙蔽双眼的其实是你们2个才对。男人这下彻底破防了，在后面歇斯底里的大喊说绝对不会放过他，还要冲到波特曼庄园去把他撕碎。面对这种无能的威胁，埃尔里克连头都没回，只是淡淡的丢下一句：尽管去世我随时恭候。刚才那场仗是打赢了，可坐在回程的马车上，埃尔里克心里却一点都不痛快。他开始反思自己刚才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跟那些贪财的小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蒂利亚眼里，他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同样是个满手鲜血的罪人。回想起刚才教训那2人的场面，他表现的正义感爆棚，让他们收起那点可笑的贪念。可现在他却开始怀疑了，自己真的是在替蒂利亚出头吗？还是说他只是沉溺在那种把别人踩在脚下的优越感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那一瞬间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怜悯，而是一种变态的满足感。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回去了。这种把人踩在脚下的快感，让他想起了那个最不想见到的人。那个男人曾经告诉他，既然被养大了，就要展现出应有的价值。埃尔里克突然发现自己兜兜转转这么多年，竟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一样自私，一样冷血。这种认知让他感到一阵反胃。马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撑不住了。那种从心底翻涌上来的恶心感根本压不下去，他只能狼狈地扶着车厢，试图让自己平复下来。埃尔里克现在满脑子都是自我厌恶，他觉得自己简直无可救药，是个彻头彻尾的烂人。就在他快被这种情绪淹没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了动静。这荒郊野岭的，谁会在这儿？他抬头一看，远处那个身影看着有点眼熟，是蒂利亚。埃尔里克轻声唤着他的名字，看着他单薄的背影，他心里那股自责感更重了。这些年他到底一个人扛下了多少委屈？尤其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对待，这根本不是常人能忍受的。想到这儿，埃尔里克再也顾不上什么体面，直接朝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这一次，他不想再让他一个人面对了。埃尔里克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在麦田里疯了一样往前冲，玛丽和旁边的管家都看懵了，这还是平时那个冷静的少爷吗？他心里现在全是自责，不管是死去的父亲还是现在的自己，好像每一个靠近蒂利亚的人，最后都只会给他带来痛苦。就在蒂利亚回头的一瞬间，埃尔里克已经冲到了跟前，死死抓住了他的手。他像是彻底卸下了所有伪装，就这样靠在蒂利亚身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蒂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埃尔里克这一下是彻底把尊严丢到一边了。他声音低沉地说：“对不起，这10年来让你一个人受苦，我还自私的以为那是为了你好，现在想想简直太混蛋了。你经历的所有痛苦全都是因为我。”这番话一说出口，蒂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画面一转，回到了2人小时候。谁能想到埃尔里克当年还挺有英雄气概，面对围攻的魔兽，硬是把蒂利亚护在身后，好不容易把这群畜生赶走。埃尔里克急得不行，赶紧确认他有没有被咬到。本来埃尔里克还想装个帅，结果低头一看，这下麻烦大了，腿上被抓出好大一个口子，血流了一地。看着他疼得哇哇乱叫，蒂利亚却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让他往跟前凑凑。难不成他还有什么压箱底的本事？埃尔里克这小子虽然腿上疼得要命，嘴上可一点不服软。他自报家门说叫埃尔里克波特曼，还非要强调救人只是因为这地盘是他家的，让蒂利亚别太往心里去。见蒂利亚一直不吭声，他又开始显摆了，说自己以后可是要当皇家骑士的人，让蒂利亚现在最好对他客气点。结果蒂利亚根本没接这茬，手脚麻利的把伤口处理好。这下轮到埃尔里克不好意思了，只能小声说了句谢谢。看着蒂利亚这熟练的手法，埃尔里克也纳闷了，瞧着像个大户人家的千金，怎么处理伤口这么有经验？蒂利亚随口提了一句，说是以前保姆总这么照顾他，可这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埃尔里克压根没听清，还一个劲儿的催他大声点。埃尔里克看蒂利亚半天不说话，又开始在那儿瞎操心了，说他这么害羞，以后肯定嫁不出去。结果话锋一转，这小子居然说等他当上皇家骑士，可以勉为其难娶她当新娘。这话一出来，蒂利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见对方没反应，埃尔里克这下彻底急了，在那儿大喊大叫掩饰尴尬，非说是因为他医术好才想留他在身边，还让蒂利亚别因为长得漂亮就要义。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说以后肯定会让蒂利亚求着嫁给他。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蒂利亚这心里怕是早就乱成一团了。看着照片里那个臭屁的小鬼，蒂利亚忍不住念出了他的名字，埃尔里克波特曼。可谁能想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2人竟然会以这种方式重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缘分？转眼到了傍晚，宅邸里已经忙活开了，隆达正吩咐玛丽给主人家准备点心。走在长廊上，隆达心里也直犯嘀咕，刚才看埃尔里克的脸色可不太对劲。蒂利亚这心里7上8下的，一直在琢磨埃尔里克突然叫他过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这门一推开，屋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两人就这么对面坐着，谁也没先开口，最后还是蒂利亚先开了口，小声问他：“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吗？”埃尔里克在那儿纠结了半句，终于抬起头，他说：“有些话必须当面交代清楚。”谁能想到，这个平时傲慢的不行的男人，憋了半天，竟然憋出了一句“对不起”。蒂利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埃尔里克终于把心里话掏出来了，说的是10年前婚礼那天，他一走了只把他一个人丢下的事。埃尔里克承认自己当年太冲动，根本没想过这一个决定会让蒂利亚独自承受多少痛苦。他最后试探着问了一句：“能不能原谅他？”结果蒂利亚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没料到。蒂利亚轻声说：“大人，你根本没必要道歉。”他说自己从来没恨过谁，当初选择留下来全都是他自己的。蒂利亚看他这么坚持，干脆给了个台阶下。他说：“既然大人心里一直惦记着，那这份道歉我就收下了。”这话一出口，埃尔里克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他笑着回了一句：“谢谢你能原谅我，蒂利亚小姐。”这纠缠了10年的心结，总算是解开了一半。看着埃尔里克走路不太利索，蒂利亚忍不住问了一句：“大人的腿真的不要紧吗？”埃尔里克倒是挺硬气，直说自己没事，反而开始担心耽误了蒂利亚干活。蒂利亚赶紧让他打住，不过他这儿还有个更重要的事，想跟埃尔里克确认一下。他支支吾吾地问埃尔里克：“能不能别再叫她小姐了？能不能改口叫她妻子？”埃尔里克这下是真没听清，凑近了又问了一遍：“你说叫你什么？”就在这节骨眼上，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玛丽端着茶点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大喊着：“下午茶时间到！”埃尔里克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脚下一个踉跄，本来腿脚就不利索，这下直接失去了平衡，他整个人往前一扑，结结实实地撞进了蒂利亚怀里。门口的玛丽直接看傻了眼，倒是旁边的管家淡定得很，还打趣说：“看来两位这是在忙着给家族开枝散叶呢。”埃尔里克这下彻底慌了，一边手忙脚乱地想爬起来，一边冲着门口大喊：“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管家直接伸手捂住了玛丽的眼睛，还一本正经地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家的少看。”玛丽在旁边都快急哭了，直嚷嚷着夫人要被吃掉了。管家倒是一脸坏笑，还保证以后绝对不让下人来打扰，非要给这两位腾出独处的空间。埃尔里克嗓子都快喊哑了，可越解释这误会反而越深，他赶紧退后几步，对着蒂利亚连声赔罪。蒂利亚这会儿还没缓过劲来，只能小声提醒他：“大人，能不能请你先让开？”管家临走前还不忘补一刀，让两位慢慢享受。接着哐当一声，直接把门给带上了。这下好了，埃尔里克就算浑身是嘴，怕是也说不清楚了。一觉醒来，外面的太阳已经老高了。隆达准时守在床边，问埃尔里克是不是该起了。埃尔里克这会儿心情好得不得了，还乐呵呵地回了个早安。隆达一眼就瞧出了端倪，说：“大人，今天这状态可有点反常啊。”他凑到跟前，故意打趣说：“昨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好事？比如家里很快就要添个小少爷了？”这话一出，埃尔里克直接急了，他大声嚷嚷着：“管家，那老头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结果隆达在那儿笑得更欢了，看来这误会一时半会儿是解释不清楚了。隆达收起了刚才那副笑脸，语气一下子变得严肃了。他说：“昨晚那场意外可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翻篇。”埃尔里克还在那儿装糊涂，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隆达这下是真的有点生气了，直接把话给挑明了：“你这一走就是10年，把人家姑娘一个人晾在家里，男人的10年和女人的10年，那能是一个分量吗？”埃尔里克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问隆达到底想让他怎么做。隆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别再让蒂利亚受委屈了。看着蒂利亚一个人躺在那张空荡荡的大床上，这一觉醒来，蒂利亚觉得今天的空气都比平时甜了不少。她怀里紧紧抱着个相框，那是埃尔里克小时候的样子。看来昨晚那场闹剧反而成了两人关系的破冰船。他对着照片小声问了句：“大人昨晚睡得好吗？”这语气简直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守了10年的空房，总算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他觉得两人的心终于离得近了些。既然开了个好头，那以后每天早上是不是都该这么打个招呼？新的一天开始了，但这顿早饭吃的可没表面上那么平静。昨晚的事还没翻篇，埃尔里克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让人难为情的画面。蒂利亚试探着问：“领主大人？”埃尔里克吓得差点跳起来：“在，您请说。”蒂利亚小声问：“如果您今天有空的话，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埃尔里克愣了一下：“出去走走？”蒂利亚赶紧找了个借口，说没别的意思，就是丰收节快到了的，去领地巡视一圈，正好领主大人也回来了。埃尔里克这才反应过来，对，还有丰收节这回事。他这一点头，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蒂利亚总算松了口气，既然要出门，那肯定得好好准备一下。没过多久，屋里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玛丽正帮着蒂利亚试衣服，隆达也在旁边盯着，生怕出一点差错。毕竟这可是两人难得的一次独处机会。隆达交代玛丽继续留下来帮夫人，他得去盯着点埃尔里克。本以为领主大人早就该收拾利索了，结果推开门一看，隆达这火气刷的一下就上来了。埃尔里克这一身打扮确实让人没法评价，他居然还觉得这身出门办事最方便。隆达可不惯着他，你是去巡视领地，又不是去带兵打仗，穿的跟个流氓似的，像什么话？埃尔里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隆达一路拽回了房间。这下好了，想自己穿衣服是不可能了。隆达直接把他按在座位上，看这架势，今天不把他整出个领主样，那是绝对不会放他出门了。隆达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一边戴手套一边宣布，以后领主大人的穿搭他全包了。埃尔里克还在那儿垂死挣扎，说自己完全能搞定，
结果隆达根本不听，嫌弃这衣服颜色太土，3下5除2就开始拆。埃尔里克急得直喊停，可哪拦得住啊？他还在那儿讲条件，说你把衣服挑好去外面等就行，自己又不是没手没脚。隆达一听直接乐了，说你这还害羞上了？小时候光着屁股满地跑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健忘？埃尔里克这下彻底破防了，死活不承认有这回事。隆达可没耐心跟他废话，直接一句给我脱。这架事简直比上战场还吓人。埃尔里克这回是真没招了，本以为只是换个衣服，结果衣服一脱，隆达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哪是养尊处优的领主啊，满身的伤疤看着都让人揪心。隆达声音都变了，少爷，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埃尔里克赶紧把衣服拉上，说这就是他想自己换衣服的原因。有些视线在还没法解释，只能先跟隆达说声对不起。他特意交代了一句，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蒂莉亚知道，算我求你了。隆达这下心疼坏了，他妈了把眼泪答应下来。既然这样，以后换衣服这事除了他谁也别想插手。埃尔里克总算松了口气，收拾妥当，埃尔里克总算能出门了。他一边走一边问，马车都备好了吧？管家这回是真松了口气，刚才还真怕他穿的跟个山贼似的，把夫人直接吓晕过去。埃尔里克尴尬地应了一声，说刚才确实差点出事，还好有隆达在旁边盯着，不然这领主的脸面今天算是丢干净了。正说着呢，今天的女主角登场了。蒂莉亚在隆达和玛丽的簇拥下缓缓走了出来，毕竟是第一次陪领主出门，蒂莉亚这身打扮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她有些期待地问，我穿这身好看吗？埃尔里克这下彻底没词了，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回了一句，你看起来真美。看蒂莉亚笑得这么开心，隆达在后头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把埃尔里克受伤的秘密先压在心底。埃尔里克总算回过神来，问了一句，咱们出发吗？这马车一动，巡视领地的正事儿总算开始了。马车停在了领地的集市口，这地方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有人眼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谁，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子居然真的回来了。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整个集市一下子全炸了。虽然有人还改不了口直呼他的大名，但埃尔里克一点架子都没有，还主动问大伙儿过得好不好。走到杂货区这边，老熟人更多了。这位大婶直接愣在原地，这阔别已久的重逢，看来比想象中还要热闹。埃尔里克笑着打招呼，米歇尔阿姨，您最近身体还好吗？这下可把大伙儿给惊着了。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小鬼，现在竟然穿得这么体面，大大方方地回来了。马车继续往前走，到了领地最热闹的旅馆和杂货区，这儿的老熟人就更多了。几个壮汉一眼就认出了他。哎呦，这不是咱们的小埃尔里克吗？你小子还真敢回来啊！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这腿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拄上手杖了？埃尔里克打了个哈哈，说只是受了点小伤，不碍事。大伙儿可不买账，当领主的没个好身体怎么行？正说着呢，人群里突然传出一声大喊，埃尔里克队长，真的是你回来了吗？埃尔里克愣了一下，这声音太耳熟了，转头一看，竟然是巴特。巴特这小子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满脸雀斑，他兴奋的嗓门都高了几度，真的是队长回来了。两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个结实的拥抱，这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埃尔里克拍着他的肩膀，感叹巴特真是一点没变。巴特却直摇头，说埃尔里克变了太多，差点都没敢认。巴特赶紧跟领主夫人打招呼，蒂莉亚也客气地问他最近怎么样。巴特拍着胸脯说好得很，还约埃尔里克等庆典结束了，一定要去他店里喝一杯。埃尔里克笑着答应了，说回头见。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巴特心里也挺感慨，谁能想到这两个人最后能走到一起。不过看现在这模样，确实挺般配的。不知不觉天色就暗了，马车晃晃悠悠地穿过麦田，这领地巡视的一天总算要结束了。车厢里安静得很，埃尔里克发现蒂莉亚正盯着书看，凑近一瞧，竟然是一本植物图鉴。这大晚上的，怎么突然研究起花草来了？埃尔里克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叫住了蒂莉亚。他说以后也想帮着一起管领地，能不能教他点东西？毕竟这段时间一直是蒂莉亚一个人在硬扛。埃尔里克觉得既然回来了，就要拿出点领主该有的样子，只要教得好他，肯定能帮上大忙。这话一出口，蒂莉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她赶紧拿书挡住脸，心里那叫一个美，自家这位领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靠得住？她把书往腿上一搁，认认真真的回了一句，教你可以，但我可是会很严格的哦，就像老领主当年教我那样。埃尔里克笑着点头，那就拜托你了。不过他心里也犯嘀咕，我父亲当年教你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严厉吗？蒂莉亚一脸骄傲，严厉是肯定的，但我可从来没被骂过，谁让我学得快呢？与此同时，在谢沃尔边境的一家酒馆里，这大半夜的酒馆里正热闹着，突然大门被人重重推开，一个嚣张的声音传了进来，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这群蠢货平民！酒馆老板正擦着杯子呢，直接被这一嗓子给喊懵了，这又是哪来的祖宗，敢在边境地界这么撒野？这酒馆的大门一开，进来的竟然是个红发女人，看这架势来头绝对不小。她往门口一站，语气冷得像冰碴子，同样的话我可不会再说第二遍。见鬼，卡莎到底在哪儿？夕阳西下，书房里全是堆成山的公文，蒂莉亚正忙得不可开交，埃尔里克在旁边看着都发愁，问他是不是平时也这么忙。蒂莉亚头也不抬地回答，也就这段时间特殊，平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他停下笔，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试探着问埃尔里克，领主大人，您看这次要不要露个面？毕竟您刚回来，是不是该办个庆祝仪式，顺便给大家伙讲两句？埃尔里克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僵住了，讲两句，那不就是要当众演讲吗？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以前，
士兵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扯着嗓子还要让敌人付出代价。那架是恨不得现在就冲上战场。那时候他还是卡莎，整天混在死人堆里，根本没心思听什么战前动员。他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领袖，更没打算站在高处指点江山。对他来说，战场根本不是什么建功立业的地方。他之所以在那儿拼命，纯粹是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得找个地方撒出来。那时候的他就像一只杀红了眼的疯狗，只要能把眼前的敌人砍翻，别的他什么都不在乎。可现在身份变了，这种只管杀人的日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以前那个满脸是血，只知道在战场上拼命的卡莎，怎么可能站在高处演讲？阿尔里克回过神来，赶紧跟蒂利亚道歉，说自己刚才走神了。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提议让蒂利亚去演讲，自己就站在旁边陪着。蒂利亚听完这话倒是没拒绝，反而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领主大人能陪在身边，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次丰收节的开场还是由他来主持。转眼到了庆典当天，领地里的百姓全都聚齐了，场面那是相当热闹。蒂利亚站在高台上，看着台下的领民们，正式开启了这场盛大的丰收节。蒂利亚站在高台上，大声宣布丰收节正式开始，让辛苦了一年的大家都能尽情享受这个庆典。台下的领民们直接炸开了锅，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气氛简直比过年还热闹。阿尔里克主动伸出手，问蒂利亚愿不愿意一起去逛逛。蒂利亚自然是满心欢喜，两人就这样并肩走进了人群。领主大人和蒂利亚小姐现身的消息一下子就在集市上传开了，大家伙儿都激动的不行，纷纷围上来打招呼。热情的领民们又是送吃的又是送喝的，蒂利亚手里被塞满了特色小吃，阿尔里克也被递上了一大杯麦芽酒。看着大家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阿尔里克也放松了不少。这种和领民打成一片的感觉，确实比在战场上厮杀要暖心的多。就在两人沉浸在喜悦中时，蒂利亚像是发现了什么稀罕物，赶紧拉住阿尔里克的胳膊，指着远处让他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见惯了大场面的蒂利亚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原来是皇家小丑在表演，这节目可不一般，竟然是生吞长剑。蒂利亚看得整个人都呆住了，这种宫廷里的绝活在边境领地确实难得一见。可旁边的阿尔里克反应却平淡的有点过头，甚至还有点心不在焉。蒂利亚忍不住问他，难道这表演不精彩吗？阿尔里克支支吾吾地说，以前见过类似的，只不过他没说实话，他以前见过的那些人吞剑可不是为了表演。两人继续往前逛，路过了一个飞刀摊位，老板一看是领主大人，赶紧吆喝着让他露一手。这下周围的领民全围过来了，都想看看领主大人的身手，目标是远处晃动的苹果。阿尔里克看着眼前的飞刀摊位，说自己好久没碰过刀了。可旁边的孩子们不答应，一个劲儿的起哄，非要见识见识领主大人的本事。蒂利亚也在一旁帮腔，既然孩子们这么期待，不如就随便试一把。既然蒂利亚都开口了，阿尔里克也没法再推辞，只能硬着头皮接过了飞刀。摊位老板还在那儿客气，说只要能中2个就算赢。结果话还没说完，阿尔里克随手一甩，3把飞刀唰的一下全飞了出去，精准的扎进了远处的苹果。这下全场都安静了，老板更是看得下巴都要掉了，这哪是随便试试，这简直是职业杀手的水平。看着大家伙这副反应，阿尔里克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刚才是不是该故意失手几个？阿尔里克赶紧打哈哈，说这纯属是新手运气，刚才只是为了不丢面子才拼了命去瞄准的。蒂利亚可不吃这一套，夸他刚才那2下子简直比真正的骑士还要帅。阿尔里克嘴上谦虚着，心里却在犯嘀咕，看来蒂利亚比他还要兴奋，是因为过节的气氛太到位了吗？不过看他这么开心，阿尔里克也算松了口气，只要没引起怀疑就行。这时候摊位老板乐呵呵地递过来一捆鸡蛋，说这是商会专门准备的奖品。阿尔里克摆手没接，让老板把这些吃的全分给旁边那群孩子。这一下可把孩子们乐坏了，围着他直喊领主大人万岁。老板也只能笑着照办。蒂利亚在一旁看着，觉得眼前的阿尔里克真是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看着孩子们手里的鸡蛋，阿尔里克也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他说当年运气好，在蛋堆里翻出了个金蛋，那是他童年最开心的时刻。蒂利亚笑着接了一句，说他后来拿金蛋换了个大头盔，戴在头上晃晃悠悠的，活像个扣在脑袋上的水桶。画面一转回到了多年前，那时候的阿尔里克确实整天戴着那个不合身的头盔，在草地上漫山遍野的疯跑。看着蒂利亚笑得这么开心，阿尔里克却突然反应过来，这事儿他从来没提过，蒂利亚是怎么知道的？蒂利亚这吓慌了神，赶紧找借口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太能捣蛋，名声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可他心里想的却是，这种丢人的秘密绝对不能让阿尔里克知道，总不能直接告诉他自己从小就一直偷偷盯着他看，甚至那时候就想好了，长大一定要当他的新娘。这种藏了这么多年的心思，要是现在说破，那可就真的没法收场了。既然刚才的小尴尬已经圆过去了，阿尔里克主动伸出手，邀请蒂利亚去广场参加晚宴。蒂利亚自然是满心欢喜，把手搭了上去，两人就这么并肩走向庆典中心。转眼间天色已经全黑了，广场上聚满了人，气氛比白天还要热闹。一个男人举起火炬跳上台，大声宣布点灯仪式正式开始。不过在点火之前，他非要先拍一波领主大人的马屁，说埃尔里克和蒂利亚的到来让整个丰收节都蓬勃生辉，甚至夸张到说这节日的灯火都没蒂利亚漂亮。台下的阿尔里克听得直摇头，这家伙拍马屁也太不着调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台上的男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为了祈求领地长治久安，在正式点火之前，必须得让埃尔里克和蒂利亚当众来一个亲吻仪式。这话一出，全场瞬间炸开了锅。这要求提的也太突然了。埃尔里克支支吾吾地问：“亲一下。”蒂利亚脑子里全乱了。就在这儿，就在现在吗？看着两人半天没动静，巴特还在那儿火上浇油。领主大人，您干嘛呢？还不赶紧亲上去！埃尔里克这下真是想掐死他的心都有了。可巴特根本不打算收手，反而招呼大家伙一起喊：“给领主大人加油！”这下好了，全场都在整齐划一的喊着：“亲一个，亲一个！”周围这帮人是真不嫌事大，嗓门一个比一个响，全都在那儿喊着亲一个。埃尔里克看这架势，知道今天这关是躲不过去了。他凑到蒂利亚耳边小声说了句抱歉，接着一把搂住他的腰，直接把人给带了过去。埃尔里克也是没办法，他说要是不做点什么，这帮领民怕是到天亮都不会散场。既然是过节，就干脆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吧。蒂利亚听完这话，反倒笑得更甜了。他说既然领主大人都这么说了，那光是做个样子可不行。谁能想到还没等埃尔里克反应过来，蒂利亚直接反客为主，当众亲了上去。这一下全场彻底沸腾了，大家伙儿一边欢呼，一边祝愿两人的感情能长长久久。可等庆典散场，蒂利亚回到房间是横竖都睡不着，他抱着枕头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乱得像团麻。刚才自己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直接对着领主大人亲了上去。这下完了，埃尔里克大人该不会觉得我是个随随便便的怪女人吧？这一晚对蒂利亚来说简直比打了一场仗还要累，这往后的日子他还怎么直视领主大人啊？不光是蒂利亚在那儿胡思乱想，另一边屋子里的埃尔里克这会儿也是彻底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个吻，这心跳声大的估计连隔壁都能听。转眼到了第二天，在阿明王国的怀特威克领地，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男人正坐那儿慢悠悠地喝着茶，阿格尼斯推门走了进来，直接叫了一声怀特议长。帝国军队已经攻破了帕尔班和切沃尔的边境防线，这仗一打起来，好日子怕是要到头。谁能想到当初除掉卡莎这步棋，竟然成了现在的神来之笔。只要卡莎这个顶梁柱一到，那些势力根本就是一盘散沙。阿格尼斯心里可没底，毕竟帕尔班和切沃尔这两个地方手里还攥着集团不少股份，要是真让帝国军这么长驱直入，这生意还怎么做？怀特倒是稳坐钓鱼台，在他看来这仗都打了整整7年，要不是因为卡莎在那儿撑着，那2块地方早就该玩完了。现在他们欠了一屁股债，根本没指望能还得起。既然卡莎已经彻底出局，那2座城的死活也就不重要了。怀特现在盘算的是怎么在彻底崩盘之前把核心人才和股份全给捞回来，这下是要准备过河拆桥了。阿格尼斯一边倒茶一边感叹，这男人真是狡猾的没边了。怀特倒是一脸无辜，说自己只是在尽贵族的本分，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阿格尼斯话锋一转，提到了那个叫卡莎的男人，就这么放任不管真的没问题吗？怀特笑了笑，纠正了他的说法，这世上已经没有卡莎了，现在的他叫埃尔里克·波特曼。阿格尼斯还是不放心，万一那家伙恢复过来找咱们报仇呢？当初就该直接让他彻底消失。怀特摇了摇头，当初那一幕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家伙在那种绝境下竟然能用魔力护盾挡住子弹，换成一般人那条腿早就碎成渣了，想杀他哪有那么容易？怀特觉得直接杀掉埃尔里克太可惜了，现在的局面反而是最好的。阿格尼斯有点没听懂，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怀特解释说，埃尔里克这种人简直就是天生的顶级佣兵，但他和普通人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做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性格在佣兵圈子里简直就是个异类。怀特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只要埃尔里克真是这种人，那他就有把握把这颗棋子死死攥在手里。现在卡莎退出了战场，这仗很快就会打成僵局，到时候那些缺钱打仗的国家都得乖乖来求咱们给钱，只要把埃尔里克这块筹码往天平上一放，这战争的平衡就全在咱们掌控之中了。到那个时候，数不尽的财富还不都是咱们的？怀特这下可乐坏了，直夸阿格尼斯真是个聪明的小宝贝，说着就要扑上去给人家一个大大的拥抱。结果呢，便宜没占着，反倒被阿格尼斯狠狠收拾了一顿。阿格尼斯冷冷地警告他，别以为年纪小就能在这儿动手动脚，下次再敢乱来，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就在这两人各怀鬼胎的时候，另一边的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隆达正忙着帮埃尔里克整理衣服，生怕哪儿勒着或者不舒服。埃尔里克倒是挺淡定，说这身衣服正合适。蒂利亚这推门进来的真不是时候，正好撞见隆达在给埃尔里克整理衣服。蒂利亚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干脆头也不回的跑了。隆达倒是一脸淡定，还打听起两人是不是吵架了，毕竟庆典上那场热吻现在全府上下都传遍了。埃尔里克赶紧甩锅给巴特，说那是被逼无奈才演的戏，可隆达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他，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埃尔里克赶紧岔开话题，问隆达今天到底是谁要来。隆达说西方列强的贸易使节马上就到。西方列强？埃尔里克重复了一遍。隆达解释说，这地方的小麦可是抢手货，每年都有不少国家派人来抢，今年连阿明王国都想来分一杯羹。这下事情变复杂了，万一使节团里有人认出自己，那麻烦可就大了。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陈年旧账把这片领地也给拖下水。
隆达接着说，往年这种场面都是蒂利亚夫人去，但这回肯定得由少爷您亲自出马了。埃尔里克应了一声，那是自然。隆达笑着送行，那就祝少爷一路顺风了。火车站的钟声刚响过，埃尔里克已经站在站台上等着了。旁边的管家看他有点紧绷，赶紧安慰说，少爷别这么紧张，按我教您的打个招呼就行。埃尔里克笑了笑，谢谢你，阿尔迪奥。虽然嘴上答应的痛快，但他心里还是在打鼓。他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冷静点，那些在战场上见过我的人，总不至于为了买点小麦，大老远跑到这种后方领地来吧。他下意识摸了摸怀里的佩刀，这可是最后的底牌，希望今天这玩意儿派不上用场。就在这时，远处的火车冒着白烟进站了，车门一开，几双锃亮的皮鞋踏上了红地毯。埃尔里克深吸一口气，带着管家迎了上去。他拿出了领主的派头，欢迎各位使节来到领地，马车已经备好了，请随我前往府邸休息。可就在他抬头看清来人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僵住了。谁能想到，这使节刚看清埃尔里克的脸，当场就吓得没声了。使节连话都说不全了，你难道就是卡莎？镜头一转，咱们来到了阿明王国的怀特威克。怀特这会儿正一路小跑，嘴里还念叨着妹妹怎么一个字都没提。阿格尼斯在后面紧跟着，看这架势，屋里坐着的肯定是个大人物。怀特猛地推开大门，扯着嗓子就开始喊妹妹。这位红头发的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埃格雷特，外号烈焰之花，还是 EW 公司的幕后大股东。怀特一见面就没个正形，直接冲上去把人给举了起来，还夸人家又长高了。结果埃格雷特根本不领情，冷冰冰的让他赶紧放手。埃格雷特这火气可不是闹着玩的，直接放狠话要烧了他。怀特这下彻底老实了。正事儿来了，埃格雷特问起卡莎的下落，都过去好几天了，怀特还在那儿找借口，说人家像鬼一样，根本抓不住。这话一出，埃格雷特彻底炸了。平时吹得响亮，关键时刻连个建模都找不着，甚至拿撤资来威胁怀特，这可是怀特的命根子，他吓得当场求饶。埃格雷特可不吃这一套，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带人回来，要么就要知道他在哪儿。埃格雷特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最后下了死命令，至少得查出卡莎在哪儿。怀特只能小声答应着。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这屋里的气氛才算稍微缓和点。阿格尼斯凑过来问，你真打算把卡莎的行踪告诉他？怀特一脸无奈，怎么可能？要是让这两个人撞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比起这个，怀特现在更关心另一件事。他问阿格尼斯，派往威宾的代表团出发了吗？阿格尼斯还是有点担心，他说，如果会长说的是真的，那咱们抛出的这个交易诱饵，卡莎那种性格的人肯定不会轻易上钩。怀特听完冷笑一声，卡莎确实不好对付，但只要埃尔里克不是个傻子，他就没法拒绝这份大礼。毕竟怀特这次准备的筹码，那是专门针对波特曼家族的，只要埃尔里克还想要那个家，他就必须得乖乖听话。画面一转，一列火车正穿过荒野，代表团已经正式出发了。车厢里的气氛有点压抑，三人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火车总算进站了，代表团的人刚下车，埃尔里克就带着人迎了上去。欢迎各位来到威宾，我已经安排好了马车，送大家去庄园休息。可这话还没说完，对面的波罗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死死盯着埃尔里克，连话都说不利索。波罗颤抖着问，你难道是？波罗这突如其来的反应把旁边的人都给吓着了，还以为他是路上吃坏了肚子。埃尔里克现在心里也是乱成一团，千算万算没算到会在这儿碰上这个老熟人，要是真实身份在这儿穿帮，整个威宾都得跟着遭殃。无论如何，这层窗户纸绝对不能捅破。波罗这会儿已经吓破胆了，嚷嚷着要赶紧掉头回去。埃尔里克直接把话接了过去，他换上一副招牌笑脸，大大方方地开始自我介绍，我是威宾的领主，波特曼家族的家主埃尔里克·波特曼。波罗这会儿还没缓过劲来，他反复确认着眼前的男人，难道真的只是长得像？埃尔里克这戏演的是真到位，他一脸关切地凑过去，波罗大人，您这脸色可不太对劲啊，就冲这副平易近人的样子。波罗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也是，那个杀伐果断的卡莎，怎么可能是这种没心没肺的货色？毕竟5年前见到的那个男人，跟眼前这位完全是两码事。那一记耳光扇下来，波罗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绝对的压制。现场一下子乱套了，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波罗这会儿正狼狈地瘫在地上，这人也是记吃不记打，刚缓过劲来就开始撒泼。他指着埃尔里克的鼻子大骂，说他是个来历不明的下等人，竟然敢对他这么无礼。埃尔里克倒是一点没慌，他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反问波罗，既然你这么懂规矩，那你知不知道侮辱我和我的家族到底是什么后果？波罗还想接着叫嚣说自己认识的名门里根本没见过这种无赖，结果话还没说完，埃尔里克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既然讲道理听不进去，那就没必要再废话了。埃尔里克直接把话挑明了，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按规矩办，用决斗来维护家族的荣誉。波罗这下彻底被激怒了，他叫嚣着要让埃尔里克长长记性，还让守卫赶紧把剑拿上来，看这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就在这火药味最浓的时候，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大喊，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埃尔伯斯赶紧出来打圆场，他一边向波罗赔罪，一边求他看在贵族的面子上，大人不计小人过。可波罗这会儿正在气头上，根本不买账，就算这小子是哪家的随从，今天这事儿也绝对没完。眼看场面要失控，埃尔伯斯也急了，他冲着埃尔里克大吼一声，卡莎，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波罗大人低头认错。这名字一出口，波罗整个人都僵住了。卡莎，那个被称为见鬼的男人，
在战场上，这可是个连提都不能提的禁忌，更别说跟他结仇了。波罗死死盯着眼前的埃尔里克，这下他终于对上号了。当年那个让人胆寒的怪物，跟眼前的男人简直一模一样。波罗这变脸速度比翻书还要快，他一边擦汗一边摆手，连声说刚才都是误会，让埃尔里克千万别往心里去。埃尔里克倒也配合，既然对方主动给台阶，那就没必要再纠缠下去。他笑了笑，示意大家可以继续出发了。闹剧总算收了场，转眼天色已晚，马车在夕阳下紧赶慢赶，总算是在入夜前跑到了地方。马车总算赶到了威宾，这地方看着可真够气派的，主人家早就带着人在门口候着了。领头的这位就是蒂利亚，他这客套话倒是说的滴水不漏，说能接待西方的各位代表，那是相当荣幸。看波罗他们折腾了一路，蒂利亚主动提议，要不先去休息休息，把这一身的疲惫给解了，毕竟这大老远跑过来。蒂利亚转头吩咐隆达，让他带这帮代表团的人先去休息。隆达赶紧答应下来。转眼到了深夜，整座府邸都静悄悄的。可就在这时候，波罗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了。波罗这会儿正打算歇着，心里还纳闷这大半夜的谁啊？难道是送客房服务的？他一边嘟囔着不需要服务，一边把门给推开了。结果这一看，刚才那点困意全没了。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尔里克。他这大半夜的不睡觉，专门跑来找波罗谈心了。波罗这下是真被吓破胆了，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往后躲。他指着埃尔里克，嘴里哆哆嗦嗦的喊着，这眼神，这感觉绝对错不了，你就是剑魔卡莎。既然身份已经藏不住了，埃尔里克索性也不装了。波罗还想求饶，说那天的事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但这事儿显然没那么容易过去。埃尔里克这架势摆明了是要算总账。他冷冷地问，你是指那天你侮辱我和我家人的事吗？我不记得我有接受过你的道歉。看着瘫在地上的波罗，埃尔里克接着说，你打算一直坐在地上吗？我想谈谈生意，不如你先坐下。波罗整个人都懵了，这种时候居然还要谈生意。埃尔里克直接点破了他的来意，波罗大人，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交易小麦吗？这下波罗没得选了，只能老老实实坐到对面，但这生意恐怕没那么好做了。埃尔里克一开口就扔了个重磅炸弹，他说在来这儿之前已经先去见过乌吉尔大人了。波罗这下更慌了，赶紧追问那位大人到底说了什么。埃尔里克也没绕弯子，直接摊牌了，说人家已经给出了报价。难道他是想把威宾地区的小麦全部都给买断？埃德蒙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而且这些小麦最后都会由阿明王国出手，直接供应给整个西部地区。这笔买卖背后的油水可不少，除了明面上的交易，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分佣金都会直接进到波特曼家族的口袋。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埃德蒙开出了一个硬性条件，所有的库存必须全部独家供应给阿明王国。埃德蒙盯着波特曼说，相信作为家主，他一定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波罗气得拍桌子大骂，阿明王国这回是真要把路走绝了，难怪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这帮人一直在背后搞鬼。波罗这下彻底反应过来了，乌吉尔那个老狐狸竟然一直在背后算计他。就在波罗气得跳脚的时候，埃尔里克不紧不慢地抛出了橄榄枝，波罗大人，既然那边靠不住，不如考虑跟我合作。波罗这下更猛了，找他合作。埃尔里克的要求也很直接，只要价格能对标阿明王国的报价，剩下的库存他打算全部吃下。这可不是一笔小买卖。波罗赶紧推辞，埃尔里克大人，您先听我说，我虽然是帝国的补给官，但这种级别的定价权，我一个人真的定不下来。埃尔里克这招叫以退为进，他看着波罗说，不如就把那天你欠我的道歉当成这次合作的敲门砖，这样一来，咱们之前的恩怨就算翻篇了。波罗这下没话说了，只能在那儿干瞪眼。既然要谈诚意，那就把阿明王国的报价直接砍到60%怎么样？埃尔里克苦着脸说，波罗大人，您这价格让我很难办啊，我好歹也是一家之主，总得给家里人个交代。波罗被看得心里发毛，最后只能咬着牙退了一步，那70%总行了吧？而且帝国得负责所有的运费和关税75%。埃尔里克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条件还是之前谈好的那些，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留。波罗这下没得选了，只能伸手握住了埃尔里克的手。这笔买卖就算是在这儿拍板定死了。埃尔里克客气了一句，波罗大人合作愉快，这绝对是一场完美的交易。波罗心里虽然在滴血，但嘴上还得撑着。他说埃尔里克绝对是头一个敢这么明目张胆跟帝国谈这种条件的狠角色。不过波罗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偏偏选我合作？埃尔里克看着他，心里想的却是，因为你看起来最好对付。当然了，这种大实话肯定不能当面说。埃尔里克换了个委婉的说法，咱们之前见面的方式不太愉快，就当是给我个机会，弥补一下之前的过失吧。波罗听完愣了一下，随即尴尬的笑出了声，原来是因为这个。就在波罗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埃尔里克突然话锋一转，说还有件事得麻烦波罗大人。波罗现在心情大好，拍着胸脯让埃尔里克直说。埃尔里克压低了声音，如果今天之后外面传出卡莎在威宾出现的消息，那这事儿可就热闹了。埃尔里克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盯着波罗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契约将用鲜血重新书写，你听明白了吗？波罗这下是真被吓破胆了，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他除了点头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波特曼家族的议事大厅里，所有人正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家族未来的大计。蒂利亚站起身，笑着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基于这些原因，波特曼家族将正式与帝国军达成贸易协议。这消息一出，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埃尔里克坐在旁边，看着
这一切顺利进行，心里总算踏实了。坐在对面的贵族还特意向波罗道喜：“恭喜你啊，波罗大人，这可是笔大买卖。”波罗嘴上客气着，可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埃德蒙猛地一拍桌子：“这事儿根本就不合逻辑！”他冲着蒂利亚大喊：“蒂利亚小姐，难道领主大人没跟你商量过吗？”蒂利亚倒是淡定的很，笑着回了一句：“这一切都是按照我家大人的意思办的。”埃德蒙气得直咬牙，他觉得这笔买卖简直荒唐透顶。刚想接着教训这个小姑娘，话还没说完，就被蒂利亚冷冷的打断了。他说：“你应该叫我夫人。”埃德蒙整个人都傻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蒂利亚挺直了腰板，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我是蒂利亚·波特曼，是站在我身边这位领主的妻子。作为代表团的一员，一直用错误的称呼来称呼我，这可太没礼貌了。”埃德蒙·乌吉尔大人。埃德蒙这下彻底没脾气了，他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非常抱歉，蒂利亚夫人。”这老狐狸也有今天，旁边的人看在眼里，差点没憋住笑，这面子算是丢到家了。埃尔里克倒是很淡定，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没必要再纠缠下去。没过多久，马车就停在了门口。埃尔里克客客气气的把这帮人送走，还特意嘱咐手下一定要把人安全送到车站。看着波罗的马车彻底消失，埃尔里克总算松了口气。他转头看向蒂利亚，笑着打趣道：“夫人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你还有这么霸气的一面。”蒂利亚道是很淡定，他说：“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倒是领主大人您这手段可真是够高明的。”埃尔里克还没反应过来，蒂利亚就直接把话挑明了：“波罗把契约交给我的时候，我可是看清了，你刚才当众宣布的那些条件，跟合同里写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吧？”蒂利亚晃了晃手里的契约，笑着说：“看来这笔买卖咱们是一点都没亏啊。”埃尔里克倒是挺坦诚，他说：“那个使者实在是太傲慢了，我就是想杀他的锐气。”蒂利亚听完乐了：“大人，您这一下可真是打到他痛处了。”既然麻烦已经解决了，两人也没在门口多待，并肩往屋里走去。就在这时，一阵惨叫声差点把房顶给掀了，大门被猛地撞开，怀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一边跑一边喊：“到底是为什么呀？”他实在是想不通，明明已经开出了最高价，要把领地所有的粮食都包圆了，甚至连利润都愿意对半分，结果呢？埃尔里克居然连看都不看，直接就把他给拒了。怀特在那儿喊的嗓子都哑了，阿格尼斯就在后边冷冷的看着，一句话也不想说。这下怀特是真的急了，他怎么也搞不明白那个叫埃尔里克的家伙胃口到底是有多大。怀特现在整个人都快疯了，他原本算盘打得响，只要埃尔里克乖乖坐着收钱，按他的计划走就行了。可结果呢？他一边跑一边崩溃大喊：“到底是为什么啊？”阿格尼斯在旁边看着，只能无奈的劝他冷静点。可怀特哪听得进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埃尔里克，觉得对方就是为了图个痛快，才故意把他的计划全毁了。怀特越想越气，脚下一个没站稳，整个人往楼下倒去。眼看怀特就要摔个狗吃屎，关键时刻还是有人拉了他一把。阿格尼斯眼疾手快，直接把这倒霉蛋给接住了，这一下撞得可不轻。阿格尼斯没好气的喊道：“怀特会长，我不是让你冷静点吗？”怀特这会儿倒是老实了，赖在阿格尼斯怀里直道歉。阿格尼斯一脸无奈，摊上这么个会长也是没谁了。喝了口热茶，怀特的情绪总算稳住了。阿格尼斯问他：“现在冷静下来了吗？”提到埃尔里克，怀特心里还是转不过弯来。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那个名震一时的卡莎，竟然会跟帝国扯上关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实在搞不懂埃尔里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阿格尼斯倒是干脆，他说：“与其在这儿瞎琢磨，不如直接去问个明白。毕竟有些真相得当面才能问出来。”怀特叹了口气，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他直接打开了手边的盒子，里面躺着的可不是什么谈生意的合同，而是一把金灿灿的左轮手枪。怀特冷冷地说了句：“我们需要一种合适的交流方式，不是吗？”波罗这趟差事总算跑完，直接进了埃尔伯斯大人的府邸。两人这寒暄还没几句，正事就来了。波罗二话不说，先递上去一个卷轴。埃尔伯斯还有点纳闷，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波罗压低了声音，说是埃尔里克·波特曼送来的。听到这个名字，埃尔伯斯显然没料到，他慢条斯理地拆开信，想看看这位老熟人到底在信里写了什么花样。谁能想到，看完信的埃尔伯斯竟然直接笑出了声。埃尔伯斯一脸玩味：“波罗大人，这回见到卡莎，怕是魂儿都吓飞了吧？”波罗一脸苦笑：“何止是吓飞了，我这老命都差点交代在哪。”埃尔伯斯倒是心情大好，还专门谢了波罗跑这一趟。既然信送到了，波罗也不想多待，赶紧找个借口溜了。看着波罗离开的背影，埃尔伯斯嘴里念叨着卡莎的名字。谁能想到，消失了这么久的人，竟然躲到了威宾那个地方？看来那边的冬天也已经开始了。镜头一转，威宾这边确实冷得够呛，但这冰天雪地的，竟然还有人在林子里打猎。随着一声枪响，这寂静的林子一下子就热闹了。中了，这枪法确实有点东西，这枪法确实没得说。两个年轻猎人看着倒地的猎物，兴奋的直嚷嚷：“瞧瞧这块头，这下咱们总算能转正，当上真正的猎人了。”正发愁怎么把这大家伙弄回去，其中一个猎人提议：“要不回去把马牵过来。”可就在这时，带头的德里克突然不动了，同伴还在那催呢：“德里克，别发愣啊，赶紧去牵马。”德里克却像是听不见一样，死死盯着林子深处。他突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你们两个赶紧离那猎物远点！”同伴被他这反应搞懵了，这好不容易打着的路，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德里克压低声音，语气里全是急促：“你们感觉不到这股寒气吗？附近肯定有魔兽，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同伴压根没当回事：“魔兽？别开玩笑了，大冬天的冷点不是很正常吗？赶紧去牵马吧。”
德里克急得嗓子都快冒烟了，快动起来！你们这群蠢货，就在你们身后！这下不用德里克提醒了，一股恐怖的气息已经把他们全罩住了。谁能想到这林子里竟然真的藏着这种怪物？这体型根本不是普通野兽能比的。这下麻烦大了，这只魔狼盯上的可不只是那头鹿。这几个死里逃生的猎人，总算是一路连滚带爬回到了领主府。蒂利亚听完他们的遭遇，也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猎人们到现在还心有余悸，直呼这回真是捡回了一条命。蒂利亚先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安排女仆隆达带他们去吃顿热饭。至于林子里出现的怪物，他必须立刻找领主商量对策。为了弄清楚那怪物的来头，蒂利亚带着管家钻进了书房。这本厚厚的魔兽百科全书成了现在唯一的线索。管家根据猎人们提供的细节，在书页里仔细翻找对比。如果那怪物的特征全对上了，那这片林子恐怕要变成活人的禁区了。管家在书里翻了半天，终于锁定了目标。这怪物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刃狼。蒂利亚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你是说，这真的是那种消失已久的魔兽？管家叹了口气，虽然很难接受，但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按理说，自从他们的头领被杀后，这玩意儿应该早就绝迹了才对。蒂利亚一下子想起了往事，那个头领就是当年在领主脖子上留下那道伤疤的家伙吧？管家点了点头，那次确实是死里逃生，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可蒂利亚已经坐不住了，管他是不是魔兽，我绝不允许领地的子民再经历领主当年那种危险。他当场拍板，立刻召集人马，咱们要组织讨伐队。管家也知道这事儿耽误不得，马上答应下来，说会去招募最顶尖的精英猎人。就在管家准备去办的时候，蒂利亚又叫住了他。他特意叮嘱管家，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领主知道。管家虽然有点纳闷，但还是应了下来。紧接着埃尔里克就要动身出发了，两人在门口简单道了个别，谁也没提林子里魔兽的事。看着马车走远，管家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要是领主以后发现咱们瞒着他，怕是少不了一顿火气。蒂利亚摇了摇头，以他的性子，要是知道有这种危险，就算腿上有伤，也肯定会亲自去拼，就像很久以前的那天一样。看来那场就是到现在还是他心里的一根刺。蒂利亚又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候埃尔里克为了救他，一个人挡在巨大的刃狼面前，那次死里逃生成了他这辈子都回不去的噩梦。所以这次他绝对不能让埃尔里克再冒这种险。他看着管家问，交代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管家办事效率极高，已经把领地里最顶尖的猎人都找齐了。看着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蒂利亚心里总算有了点底。他吩咐管家必须在埃尔里克回来之前把那头畜生彻底解决掉。说完，他披上斗篷就要出发。管家这下真慌了，赶紧拦住他问，夫人，您该不会是要亲自去吧？蒂利亚头也不回，既然是我下的命令，我就要跟他们一起面对。这下麻烦大了，领主不在家，夫人又要亲自去拼命，这万一出点什么事，谁能担待得起？管家虽然拦不住蒂利亚，但还是死死守住了底线。他一脸严肃地叮嘱，要是真碰上魔兽，您必须立刻撤退。就在家里紧锣密鼓准备讨伐的时候，埃尔里克已经到了镇上的医馆。医生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的腿伤，说这恢复速度简直惊人，基本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埃尔里克这下可算松了口气，那我是不是能把这手杖扔了？医生赶紧摆手，稳妥起见您还是再煮一段时间吧。聊着聊着，医生突然盯着他的脖子问，当年那道伤疤现在还会觉得不舒服吗？埃尔里克笑了笑，这得亏当年那位救命恩人，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医生叹了口气，开始回忆当年的凶险。那时候你才多大呀？被刃狼咬伤还带着冻伤，能活下来简直是奇迹。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医生的下一句话，他说当年你父亲霍文大人为了保住你的命，甚至不顾身份的求他。埃尔里克这下彻底愣住了，他追问了一句，我父亲他真的求过你？医生点点头，那场面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平时那么威严的一个人，在那一刻竟然也会露出那种绝望的表情。埃尔里克没再接话，在他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冷冰冰的角色，他实在没法想象那个男人低头求人的样子。临走前，医生还不忘叮嘱，这几天千万别累着。埃尔里克应了一声，拄着手杖走出了医馆。本以为这趟出门只是为了看个腿伤，谁能想到刚到门口就被人给盯上了。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直接叫出了他的全名：埃尔里克·波特曼。埃尔里克回头一看，这人竟然是利顿。利顿这嗓门，隔老远都能听出那股高兴劲，说你小子总算回领地了。这俩人一见面，那叫一个亲热。原来利顿是埃尔里克打小一块长大的哥们。埃尔里克也挺感慨，听说你现在出息了，都当上皇家骑士了。利顿拍了拍腰间的佩剑，那可不，这可是皇室亲赐的宝贝，一般人见都见不着。老有重逢肯定得找个地方喝两杯。埃尔里克刚提议去叙旧，利顿也大方直说今天这顿他请了。结果这酒还没喝上，麻烦就先到了。一个卫兵急匆匆跑过来，大喊着有利顿大人的紧急调令。利顿这下火大了，我今天可是休假，到底出什么大事了，非要这时候来扫兴？卫兵这一嗓子直接把利顿的酒兴给喊没了。他说波特曼家族发出了求救信号。利顿和埃尔里克对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波特曼家族在这一带可是名门，谁敢动他们？埃尔里克赶紧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卫兵接下来的话让埃尔里克彻底坐不住了。他说出事的是蒂利亚小姐，原来蒂利亚在外面真的撞上了魔兽，这下全乱套了。之前管家的担心竟然成了真。